这个它是写高吗？高。收到来自客人的点心，还有收到他的名片。我们现在来到双子星大楼。就是半夜工作很累。不对，我被诈骗了。那今天是11月10号。嗨，我刚下班。这一趟呢是吉隆坡5天班，然后现在是我吉隆坡5天班的第2天。吉隆坡从东京出发大概是7个小时15分钟，然后要跟大家分享收到来自客人的点心。今天做经济舱，然后跟紧急出口那边的客人聊得蛮开心，然后他就是日本的某地方的饭店的某经理，然后他就邀请我，如果要去那个地方玩的话，可以 email 写信给他，他会帮我安排去那个饭店玩，所以希望有机会可以去他们的饭店开箱再跟大家介绍。然后待会要跟姐姐一起去吉隆坡机场里面的鼎泰丰来吃吃看好不好吃。吉隆坡这边很多餐厅都是清真的，包括鼎泰丰，所以完全没有猪肉料理，小笼包、红油抄手全部变成鸡肉版，不过意外的蛮好吃的啦。以上就是我目前飞到吉隆坡这边的心得。大家早安，今天是吉隆坡5天班的第3天。吉隆坡的时区跟台湾一样，所以是没有时差。现在是早上10点15分。因为这次一起飞的前辈他没有去过吉隆坡的市区，因为吉隆坡本来天气就比较热，怕出去外面逛逛又会中暑，所以我这次就决定呢带姐去吉隆坡里面的 mall 去逛逛。然后昨天在吉隆坡的超商买了一罐美露，大家都说马来西亚的美露跟台湾比起来更浓郁更好喝。我有点不太确定，因为超商那时候上面有卖写一个 original， 这个它是写高吗？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更浓的意思，我们来喝喝看。后来上网查的发音就是类似高，就是浓郁的意思，这个就当做我今天的早餐。いただきます。真的很浓耶，好香哦，应该多扛几瓶回台湾喝。我们准备出门咯。每次经过这一区，我都会有一种我是不是还在台湾？不觉得这边的老公寓跟台湾超像的吗？楼下是小吃，楼上是住家，衣服直接晒出来。我想最大的差别就是台湾会外推阳台吧，这里连窗户都不装了。马来西亚的地震比较少，所以这边的高楼很多都盖超高，我觉得很像《进击的巨人》里面巨人真的站起来的高度，实在是非常有压迫感。Thank you。我们现在来到双子星大楼。哇，超高的。晚上看真的就是很闪耀。不用，谢谢。现在位于 TRX 百货里的 Arabica 咖啡是日本人创立的咖啡品牌，它的特色就是纯白极简风。最有名的店面在京都岚山，我第一次喝就在那边。你们看我头上的 logo 是百分比哦，也是2颗咖啡果实的概念，很可爱吧？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我受到诈骗的故事。姐看到我使用的这个设备 DJI Pocket 3，他觉得很轻巧，就跟他分享一段这台得来不易的故事，你们先听听看。原价的话，当时刚出是18000，然后全配什么22000。对，然后后来我被诈骗，那时候是他说他二手价卖13000。对，然后就觉得他卖价格也很合理，然后回复讯息也都很频繁什么的，反正最后他就是钱给他没出货。后来也差不多，大概也卖13000，我就买到原价。好，
接下来我就要来补充第一次在社团买东西。你们看到这个镜头里面的这台相机，之所以想要购买呢，是因为我当时在生病康复之后，我进行了一趟欧洲之旅，在过程中有认识一位创作者，处女座妈妈，也非常感谢她在第一集帮我分享我的影片，更多人可以看到我的这影片，我真的觉得非常开心。然后呢，我就觉得她手上那台感觉也是很轻巧很好用，我就上网加入脸书的二手交易的社团。柯文哲他使用了一段时间，但是用的不习惯，然后想要卖掉，中间也都有传他使用的影片跟他操作的一些画面，甚至他还拍到他家人啊经过啊，很自然，我真的不疑有他。他很怕我是不是诈骗，希望我可以先汇钱给他。那我就想要证明说我不是啊，我是真的很想要这台相机，所以我第一时间就转账了给他。好，那因为他现在工作，过2天他会再寄出。过2天我中间都有一直在询问他，他也都很耐心回我说不好意思，最近工作就是比较忙。然后就这样子1个礼拜又过去，我就觉得说不对，我被诈骗了。我就觉得非常难过啊，就是当初他怕我是诈骗，结果他才是诈骗，对方还盗用了别人的大头贴。为什么我没有那么怀疑他，是因为他的脸书账号已经经营了大概13年，他的陆续过程中他一直都有在发文分享他的生活，所以就看起来他是一个活的账号，他不是突然办的账号。以上就是我的诈骗小故事。这汤头很甜耶，好好喝，超好那种，可以喝一口看看。请喝，请喝。泡泡玛特、拉布布这些角色真的都做得很精致、很梦幻，世界观也很符合现在潮流美学。我以前其实蛮无感的，但看到前辈挑到眼睛都亮起来了，我开始也觉得，好像真的蛮可爱的耶。来吧，我们来看姐一起开箱吧。我们在外面玩了整个上午到下午3点半，因为我们待会晚上9点就要集合，11点晚上起飞。今天是飞深夜班、红眼班。然后我买了一个 Boosty， 它里面有奇亚籽跟蔬菜，也蛮有饱足感的。我现在睡肚子突然好饿，我要起来吃一吃，然后吃完之后再休息一下，大概晚上7点50分的时候再起来准备，9点集合。明天早上到日本再见，拜拜。最后在饭店点了一个 room service 来吃。Hello， 今天是基隆坡5天班的第4天，飞了6个小时25分钟，回到了日本东京。在日本时间早上8点多，台湾时间大概7点。今天的话是台湾，因为凤凰台风被影响，所以中南部停班停课的一天。因为现在是日本的早上，一整个晚上都是在工作，就是深夜班，中间休息1个小时，有上去棒课睡觉，还好我秒睡着啊，反正还是蛮累的，就是半夜工作很累。那我准备要睡觉了，那就睡到中午，然后下午再去日本的宜用逛逛，这样子晚上才睡得着，明天才有办法继续工作。大家晚安。搭巴士30分钟就到了家喻户晓的宜用超市，每次来这里都会爆买生活用品，一次买齐。成田离市区很远，这里是最好逛的地方。我每次来都会点我最爱的台式炒饭。因为要调时差的关系，所以我都会到了之后，大概7点洗个澡，大概8点之后睡一下，然后逼自己起床，一定要出去吃个饭、逛个街，晚上才能好好睡。因为我们明天下午的时间集合。好，准备飞回台湾。我现在跟大家分享我今天买的衣服，还有一些美妆的小东西。这是今天的穿搭，这样下半身看起来不会很挤。然后是这件酒红色的上衣，深蓝色的削肩上衣。那我们就明天见。是有系统性的一个可以实际。
其实现在是吉隆坡5天班之后，又隔了7天才再重新补录制了一段话。那天后来有发生一些事情，心情整个就沉得很深很深。后续就算回到家，我也没有办法拍任何影片记录当下的状况。总结来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小时候会想说，跟你面对面相处的人，我都希望对方可以喜欢我。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也理解到说，每个人的频率本来就不一样，频率不同，想法不同，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摩擦，在我现在看来都是可以理解，也都是很正常。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要去想说追究一些原因理由，因为你的想法跟生长环境、家庭本来就不一样，所以当一个人的频率跟你不合的时候，你也不用去觉得说想要去矫正它，不要刻意去迎合频率跟你不一样的人。以往我的确是蛮暴躁、蛮生气，现在回想起来，我能去做这样的结论，老实说，心情上的某部分真的已经放松很多，但现在就是会跳脱、抽离出自己身体的感觉，就像我取我频道的原因，那个人，我好像也可以就像是灵魂抽出去一样，看着我自己来跟对方的一个状态，在一个过程。我又来了。我是小猪，以上就是他分享这5天班他飞吉隆坡的好多好多的故事。我们下集见，拜拜。